因工作态度原因，我的年终奖被直接清零，而一旁的同事却拿到了本该属于我的60万。我什么也没争辩，当场提交了辞职报告，回家关掉手机，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手机上数百条未接来电和短信充满了屏幕。他们没想到，一次看似平静的离职，却让整个公司迎来毁灭。公司年会台上的主持人正公布着今年的年终奖名单。技术部秦少因其在方舟系统优化项目中的卓越贡献，年终奖60万。话音刚落，瞬间掌声雷动。我身边的同事秦兽，一个平日里连代码缩进都搞不清楚的人，激动地站起来，满面红光的和周围人拥抱。他经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投来一个混合着怜悯和轻蔑的眼神。方舟系统是我耗费了3年心血，从无到有一行行挑出来的代码集合体。至于禽兽的优化，不过是改了几个无关痛痒的 UI 界面，然后把我写的技术报告换上他的名字交了上去。接着主持人清了清嗓子，用一种遗憾的口吻念出了下一个名字：技术部顾岩，因其本年度工作态度消极，缺乏团队协作精神，经管理层决议，年终奖为0。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视线，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有茫然。王经理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顾岩啊，别怪公司，也别怪我。年轻人要懂得感恩，不要总是一副别人欠你的样子，给你个教训，对你未来有好处。他说完，又换上一副公开的惋惜的表情，对着大家摆摆手。大家继续，一点小插曲不影响我们庆祝丰收年。我没有愤怒，没有争辩，我站起身，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径直走向了坐在主桌的人事总监。人事总监看到我过来，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小顾，有什么事吗？我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轻轻放在他面前的餐桌上。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刻的安静里足够清晰。张总监，这是我的辞职信。人事总监的笑容僵在脸上，王经理也愣住了，他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顾岩，你干什么？你疯了？喝了点酒就耍脾气？我没看他，只是平静地看着人事总监。离职手续麻烦您尽快办，明天我会把公司电脑和门禁卡打包好，放在我公寓门口，你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取。说完，我轻轻挣脱王经理的手，转身走向出口，推开宴会厅沉重的大门。我深深吸了一口气，3年的牢笼终于要结束了。回到出租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台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找出来，开机并删除了我所有的私人浏览记录和文件。然后我看着桌面上那个熟悉的图标，方舟系统的本地客户端。这套系统是我毕业后加入这家公司的全部心血。那时候公司刚起步，需要一套能处理高并发交易的核心系统。王经理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画大饼，从集团要来一笔预算，招了我这么个愣头青。他每天的要求只有一个：快点，搞快点，先让他跑起来再说。于是我一个人用了整整3年，硬生生把这个复杂的巨兽从一堆代码里孵化了出来。为了防止外行胡乱操作导致系统崩溃，我在最底层写下了一个保险机制，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维护密钥。系统每隔72小时需要进行一次远程密钥验证，如果验证失败，它不会立刻崩溃，而是会进入一种安全锁定模式，暂时停止所有新的交易请求，以保护核心数据的安全。我为什么要设置72小时？因为我在这家公司最长的一次连续加班记录就是72小时。系统上线那天，王经理在庆功宴上喝得酩酊大醉，搂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你的功劳我记在心里。现在想来真是个笑话。我合上电脑，把它放在了公寓门口的鞋柜上，接着我拿起手机，没有丝毫犹豫，长按关机键。这3年来，我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再次睁开眼时，是被饿醒的。我摸到床头的手机开机，屏幕亮起的瞬间，各种通知的提示音像疯了一样响个不停。来电显示里，王经理的名字出现了几10次，人事总监，还有几个我根本不熟的行政部门的人。我点开短信，最新的几条是今天早上7、8点发的。顾岩，你到底在哪？接电话。严哥，我错了，你快回来吧，系统出问题了。顾岩，看到消息请立刻回电，你的任何条件我们都可以谈。顾岩，你立刻给我滚回来，不然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顾岩先生，求求您了，接个电话吧，公司要炸了。短信的内容完美演绎了他们心态从焦躁、恐慌到气急败坏，最后变成卑微哀求的全过程。我甚至能想象出王经理那张扭曲的脸。我轻笑一声，选中所有信息，点击全部删除。世界再次清静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厨房，给自己做了顿早餐。我一边吃着这顿迟到的丰盛的早餐，一边用平板电脑看新闻。财经板块的头条，一则加粗的标题跳了出来：知名金融科技公司汇海集团核心交易系统方舟今日开盘时突发大规模宕机，原因不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此时的汇海集团总部大厦58楼的服务器机房里，气氛凝重的像要滴出水来。汇海集团的董事长张总正指着王经理的鼻子，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发颤。到底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王经理哆哆嗦嗦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董事长，我们正在排查。排查？从早上8点开盘到现在1个小时了，你们排查出什么了？告诉我，为什么整个方舟系统都停了？为什么所有的交易都无法执行？为什么客户投诉中心的电话被打爆了？你知道现在每1分钟我们公司在损失多少钱吗？机房里10几个技术人员围着服务器，每个人的脸色都和死人一样惨白。禽兽也在其中，他盯着满屏幕瀑布一样滚动的错误代码，大脑一片空白。这些代码
他一个字符都看不懂。禽兽小声说，声音里带着哭腔。我试过重启，但是没用。重启之后，后台数据开始出现乱码了。废物，一群废物。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又定格在王经理身上。负责这个系统的人呢？那个核心的架构师呢？把他给我叫过来。王经理的身体抖得更厉害。董事长，他怎么了？哑巴了？他辞职了。张总愣住了，他眯起眼睛，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辞职了？叫什么名字？顾言。听到这个名字，张总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转头对身后的秘书说：“马上查这个顾言的离职原因，还有他的薪酬和年终奖记录。”几分钟后，秘书拿着一个平板电脑，低声汇报。当张总听到因工作态度问题，年终奖为0，于上周五晚主动辞职时，他猛地转过身，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在王经理的脸上响起。张总指着王经理，气得浑身发抖。你知道他是谁吗？3年前是我亲自拍板，让他从零开始搭建方舟，他是这个系统的神。你跟我说他工作态度有问题，你把他逼走了，还把他的年终奖清零了。张总深吸一口气，现在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不惜一切代价把顾言给我找回来。找不到他，你们2个就从这58楼给我跳下去。门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有些疑惑，这个时间会是谁？我走到门口，通过猫眼往外看，门外站着2个人，是王经理和人事总监张灵芝。我没开门，就这么隔着猫眼看着他们。他们又按了一次门铃，然后开始敲门。王经理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急躁：“顾言，我知道你在里面，开门。”人事总监则清了清嗓子，对着门说：“顾言，我是张玲，我们能谈谈吗？”我转身回到客厅，给自己倒了杯水，慢悠悠地喝着。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王经理开始口不择言：“顾言，你别给脸不要脸，再不开门我报警了。”我差点笑出声。报警？以什么理由？私闯民宅吗？大概过了10分钟，敲门声停了。我以为他们终于放弃了，没想到门外传来了人事总监疲惫而又带着一丝恳求的声音：“顾言，算我求你了，行吗？开门，就5分钟。”我走到门边，拉开了门。有事？我靠在门框上，堵住了门口，没有让他们进来的意思。王经理看到我，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怨毒，但立刻被他强行压了下去，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顾言啊，你看你怎么还赌上气了？都是误会，公司系统出了点小问题，想请你回去帮个忙。公司系统出了点小问题，想请你回去帮个忙。我觉得有些好笑。王经理，我记得我已经辞职了，按照劳动法，我跟汇海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公司的任何问题，无论大小，都与我无关。人事总监张玲连忙上前一步，递上一张名片。顾言，别这么说，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你看，只要你愿意回去，年终奖我们双倍补给你120万，你看怎么样？我看着他，然后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向他身后空荡荡的楼道。我的电脑放在门口的鞋柜上了，你们可以拿走了。说完，我准备关门。王经理急了，一把抵住门。等等，顾言，你这是什么态度？公司培养了你3年。我打断了他。王经理，我的态度不就是你给我年终奖评语里的消极吗？我现在很配合你的评价。说完，我用力关上了门。门外是死一般的寂静。门外安静了没多久，王经理压抑着怒气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他学聪明了，开始打感情牌和职业道德牌。顾言，你不能这么自私。方舟系统是你一手做出来的，你对他没感情吗？现在他瘫痪了，整个公司几千人的生计都压在上面，你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毁掉？做人要有职业道德。你这样不负责任的离开，留下一个烂摊子，以后在这个圈子里还怎么混？我隔着门清晰地听着他拙劣的表演，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可笑。我第2次拉开门反问他：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我入职3年，996是家常便饭，最长一次72小时连轴转，为公司省下至少上千万的外包费用，搭建起整个集团最核心的交易系统。我拿到过1分钱的加班费吗？你们跟我讲职业道德，你把我3年的项目成果，把我的心血，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冠上禽兽的名字，让他拿着我的功劳去领60万年终奖的时候，你跟我讲职业道德？你们整个管理层在年会上当着几百人的面，以工作态度消极为由，宣布我的年终奖为0，把我3年的付出践踏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你们跟我讲职业道德？我的声音越来越响，胸中的郁结之气随着这些话语喷薄而出。王经理的脸从红到白，再从白到青，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人事总监张玲的脸色也极为难看，他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就在这时，一个沉稳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我们3个人同时转头看去，集团董事长张总此刻正朝这边走来，他身后还跟着他的秘书。他径直走到了我面前，停下脚步，然后在王经理和张玲惊恐的目光中，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顾先生，对不起。他的声音沙哑，但充满了力量。之前是我们管理失察，用人不明，我代表汇海集团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张总的腰弯得很低，几乎成了90度。他身后的王经理和人事总监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去扶他，这一躬我受得起。张总直起身看着我，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盛气凌人。顾先生，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但我还是想尽力弥补。他从秘书手里拿过一个文件夹，递到我面前。
这是我们董事会紧急拟定的新合同，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年薪500万。另外，这有一张1000万的支票，作为对您过去3年贡献的补偿和我们歉意的表示。他顿了顿，抛出了最后的筹码。除此之外，集团决定授予您2%的原始股，只要您点头，明天就可以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文件。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至于王经理和那个叫秦少的员工，我现在就可以当着您的面宣布开除他们，并且以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欺诈的名义向警方报案。”王经理听到这话，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条件：金钱、地位、股权，还有复仇的快感。我承认，我心动了。我不是圣人，面对这泼天的富贵，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更重要的是，方舟系统就像我的孩子，我一手将他带大，看着他成长为集团的心脏。现在他生病了，我这个父亲真的能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死去吗？我的内心开始剧烈的挣扎。张总看出了我的动摇，他没有催促，只是静静的等待着。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的手机突兀的响了起来。我拿出手机，按下了接听键。喂，您好。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而又沉稳的男生。你好，请问是顾岩先生吗？我是顾岩。顾先生您好，我是天行科技的 CEO 李强。天行科技是我们公司的死对头。张总的脸色也在听到天行科技这4个字时瞬间变了。我没有回避，就当着张总和所有人的面继续讲着电话。李总您好。电话那头的李强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顾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知道您今天发生的事情，汇海能给您的我们都能给，而且给的更多。我们想邀请您出任天行科技的首席技术官，年薪800万，期权公司总股本的5%。我们目前正在准备上市，这5%的价值您可以自己估算一下。张总的呼吸明显变得粗重起来。他给我的20%集团的原始股虽然值钱，但集团盘子大，稀释的厉害。而天行科技是即将上市的创业公司，5%的期权一旦上市成功，价值将是天文数字。李强的声音还在继续。我们知道您在方舟系统上的卓越成就，我们不需要您带走汇海的任何一行代码，那是违法的，我们也不屑于那么做。我们需要的是您这个人，是您构建方舟的大脑和经验。来我们这里，从零开始，组建您自己的团队，动用公司最好的资源，打造一个超越方舟的全新系统。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计成本，做到行业第一。他停顿了一下，最后说了一句让我无法拒绝的话：顾先生，我们公司只有一条原则，尊重技术，尊重人才。在我们这里，今天发生在您身上的事，永远都不会发生。尊重这2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犹豫和挣扎。我需要钱，需要地位，但这一刻我才明白，我最需要的是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张总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他终于意识到，他今天逼走的不仅仅是一个程序员，他逼走的是汇海集团的半条命，以及整个公司的未来。而现在，这条命即将被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握在手里。我对着电话那头轻轻说了一句：“李总，您的诚意我收到了，给我半天时间考虑，我会给您答复。”好，我等您的好消息。李强干脆地挂了电话。我收起手机，看向张总。张总，谢谢您的好意，但我已经决定了。他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去，他知道我的决定是什么。我看着他，也看着他身后瘫软如泥的王经理，心中那最后一点对方舟的牵挂也消失了。不过，在彻底告别之前，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以告诉你们恢复系统的方法。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张总，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维护密钥是初心这2个字的拼音大写首字母，后面再加上系统正式上线的8位日期、年月日，这是我当初创建这个系统时对自己说的话，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这些话像一把无形的刀捅进了张总的心窝。他不是技术人员，但他听懂了这背后的屈辱和讽刺。我没有在意他们的反应，直接关上了门。这一次，门外再也没有响起任何声音。第2天，我就离开了这个我住了3年的出租屋。在我离开后没多久，财经新闻上爆出了几条消息：汇海集团核心系统已恢复，但公司股价依旧暴跌15%，市场信心严重不足。汇海集团内部人事大地震，技术部总负责人王某及员工秦某已被开除，集团董事长张某公开道歉，承认管理层出现重大失误。据悉，王某与秦某已被警方以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调查，或将面临牢狱之灾。看到这些新闻，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那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了。1周后，我正式入职天行科技，李强亲自带我参观了公司，把我介绍给所有核心部门的负责人，我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李强指着一间视野开阔的办公室：“这是你的新起点，招聘权、预算都由你全权决定。”我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那些曾因受不了汇海压抑氛围而离开的优秀工程师纷纷投来简历。我们这群被旧时代抛弃的人，将在这里建立新的王朝。在一次团队会议上，我在白板上写下2个大字：我给新系统起名为启航，寓意着我们所有人将从这里重新出发。我给新系统起名为启航，寓意着我们所有人将从这里重新出发。3个月后，启航系统的第1个版本正式上线测试，它的测试结果震惊了整个行业，各项能力都是方舟的数倍。天行科技的股价
在1周内翻了一番，而我的老东家汇海集团则迎来了末日。因为失去技术优势，丑闻还在持续发酵，导致股价一泻千里。在一次行业峰会上，我远远看到了张总，他头发白了大半，眼神疲惫。我们的目光短暂交汇，他张了张嘴，最终却佝偻着背，什么也没说，落寞地转身离开。又过了半年，天行科技的启航系统已经占据了市场70%的份额，汇海集团的方舟则像一艘搁浅的破船，无人问津。这天下午，我的新助理敲门，送进来一份文件。陈总，这是我们法务部刚拟好的草案。我打开文件夹，标题写着关于对汇海集团的收购意向书。是的，天行科技准备收购摇摇欲坠的汇海集团了。助理指着文件的一处条款，轻声问我：李总特别交代，关于汇海的方舟系统和原技术团队的处置问题，全权由您来决定，是选择接管整合，还是彻底放弃？我看着那份文件，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我想起了3年前我刚入职时，在那个小小的工位上写下第一行代码时的兴奋。我想起了无数个深夜，我一个人对着屏幕解决掉一个又一个致命问题后的疲惫与喜悦。我想起了那个被我命名为方舟的系统，它曾经承载了我全部的梦想和骄傲。我拿起笔在文件上写下了几个字：推倒重来，我已有启航。我签上自己的名字，合上文件夹，递给助理。就这样回复李总吧。助理点头离开。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李强发来的消息。收到，启航。